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 Prego Trader 的第15课策略组合与分散。炒股的时候，或者是大宗商品的操作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那投资策略也是一样的啊，不要把所有的投资的钱放在一个策略里面。那因为有的策略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内，它会有不同的表现。有些时候，像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啊，牛市的时候，趋势跟随策略比较好用；那震荡的行情的时候，均值回归比较好用。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策略要分散的进行一个投资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组合策略啊？单一策略的风险是牛市的时候，这里用的是趋势策略啊。那牛市假设它 Q1季度是牛市，它的这个表现比较好，那 Q3也是一样，那 Q2的震荡时它可能就会有一个回撤，那 Q4的这个震荡行情可能就回撤的更厉害一点。那所以说，这个整体的收益还行，但是它的这个最大回撤比较大啊，所以它的这个组合表现其实并不是很理想的。一旦这种风险没有控制住的话，它的这个损失会比较大。那第二个，我们来看一下使用策略组合。使用策略组合，我们用均值策略50%，然后用趋势策略50%，均值回归策略30%，然后突破策略20%。那这样综合下来的话，它的一个Q1的一个收益是17%，那没有这个牛市表现的好，但是它 Q2的时候它表现的很稳健，所以它就避免了一个损失啊。然后，所以它的这个年化收益率，它的回撤都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。组合不一定说要看某一季度或者某一个时间段内赚得多，这个市场上能活得久的人，他才是赢家。那在单一的一个年份或者一个月份里面跑赢市场很多倍，但是在第二个月份可能就回撤很多，这样的话大起大落，实际上不利于这个长期的一个投资。那我们来接着看一下组合策略的一个优势啊。首先它可以降低回撤，因为它是一个组合的，那不可能说每一个策略表现都差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策略编写有没有问题了。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平滑收益曲线啊，它这个单季度不会大起大落，然后它的这个心理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适应不同的市场，再一个就是增加交易机会啊。如果你用的是一个策略，它在那个某一个时间段内，它的这个策略不符合这个市场，你甚至于都找不到入场点啊。这种情况下，你的这个资金利用率就会比较差，所以这个就是增加交易机会要用这个多个策略的进行一个组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策略相关性的一个分析啊。什么是这个策略相关性？首先的话，它策略相关性是有一个系数的啊。那同涨同跌就是一个完全相关的，然后两个是一个极端表现的，那就是完全是负相关的。那0.00的就表示无相关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性对组合的影响。高相关性的这个不推荐啊。比如说趋势策略，EMA 这个用均线的，EMA 均线的，这个用这个 MACD 均线的，这两个实际上它的这个都是属于这种趋势跟随的这种策略，所以它的这个两个表现可能是类似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两个可能就是同涨同跌的情况会出现的概率比较大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低相关性的一个策略啊，你一部分投资均值策略，一部分投资均值回归，一部分投资趋势策略，一部分投资均值回归。因为你没有突破箱体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它是牛市还是熊市，或者是震荡行情。所以说这个两个策略，你要保证其中一个是能挣钱的，那另外一个策略它交易的少就少了。那有一个策略在运行的话，它也能，如果你的策略没有问题的话，它也能形成一个对冲。这样的话，它的这个策略 A，比如说在趋势行情的时候，
它的这个策略 A 是20%的收益，那策略 B 是5%，那甚至有可能更差一点的话，它的整个综合就算它是零吧，那他们的组合也会有一个10%的一个收益啊。你把资金分成两部分，那Q2里面的这个表现，如果是一个这个震荡行情，那策略 A 可能有一点损失，那策略 B 它在高抛低吸，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对冲了，所以它整体上它是没有什么损失的。那这个就是策略组合的一个优势，它避免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如何计算这个策略的相关性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通过这个代码进行一个计算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码分析。那通过这个计算它的一个相关性，然后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每个季度的表现输入到这里面，然后计算一个它的一个相关性。那这个就是假设如果你有每日的一个收益率的话，那也可以把它这个完整的放进去，然后计算一个它两个数据的一个相关性。那相关性的一个评分是这样的，小于0.8的，大于0.8的，那这个表现比较差，我们尽量要避免组合，就是他们俩很可能是同样的一个策略了。0.5到0.8也差不多。那推荐的组合就是这里应该是0.2到2之间，0.2到0.5之间的，负0.2到0.5之间的这两个相对来说还可以的。那小于0.2的这个是理想状态下的，最好如果能有的话，那是当然是最好的。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多策略的一个分配资金。每个策略一种是这个每个策略分配相同的资金，这个比较简单了，这很好理解。那他们就不用考虑这个什么相关性的啊，还有一些风险的一些差异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按照评分进行一个推荐，就是相当于我整理了3个策略，然后跑了一下以后，哪个策略的评分高我就多给一点。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按照这个风险平均的一个分配啊，这个波动率在多少的范围内，然后分配不同的这个资金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核心资产和这个卫星资产啊，就核心资产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啊，卫星资产的话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要做一些高收益的，比如说一些，如果拿数字货币来讲，就是这个就相当于用比特或者以太，那这个就相当于是做一些山寨的啊，山寨币或者一些公器币。那他们的这个优点就是，一部分追求稳健的，保证你的基本盘不会受影响，基本资金不会受影响。那这个就是你要追求一些高收益，用以小博大的方式去拼。那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操作啊。那第4章就是讲的是这个策略组合的一个构建实战啊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有几个这个策略。那第一个是这个趋势跟随的一个策略，那这个是均值回归一个策略，这个是突破的一个策略，然后这个是趋势跟随的一个这个是动量趋势的一个策略啊，这个是趋势跟随的一个策略啊，然后这个是网格的一个策略，然后把它进行一个组合，然后判断一下，然后拿到这里面去回测，就是你可以编写几个不同的一个策略啊，然后通过这个策略的一个回测方式，我们在前几章的时候有讲过这个，通过这个 backtesting 这个，然后调用你的这个 config 里面配置你要操作的一些币种，然后这个是策略的名称，然后你的测试时间范围，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，把每个策略都进行一个评分，然后最后打印出它的一个评分，评分完以后，然后再测试它的一个相关性，这个就是策略评分的一个方式啊。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构建投资组合。那保守型的可以就核心资产配置，核心的这个配置多一点啊，然后这个测试的这个配置的少一点啊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平衡型的，平衡型的就是你可以根据这种阶梯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配置。
那还有一种就是激进型的，然后就是要回测一下它的这个验证的一个回测这个组合的一个验证。那测试方式也是一样的啊，最后就是会得出一些测试的一些信息，可以自己去按照这个步骤自己去操作一下。我们后面讲这个策略编写的时候会做一个详细的讲解。然后就是一个这个动态再平衡，然后这个是这个阈值再平衡，还有就是不再平衡的这种方式。这节课的内容就基本上讲完了，然后还有一些实践任务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。好，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，好，谢谢大家。